龙公开吴老星马古的战斗力上限，没有4皇级别，最多也就海军大将水准。吴老星在弹头岛登场后，给人一种强如怪物的感觉，不仅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还有超强的霸王色霸气，而且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能力。萨坦圣能利用毒液攻击腐蚀一切，马兹圣的火焰比黄猿的镭射光纤威力更强。吴老星最逆天的能力还是瞬间恢复，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势，都能一瞬间恢复如初，甚至让路飞感叹他们拥有不死之身。吴老星中内斯兽狼圣展现出来的逼格最高，也被认定是5个老头中实力最强的人。他拿着无上大块刀初代鬼彻，很可能是一把黑刀，斩杀敌人后会释放寒气，将伤口瞬间冰封，在一瞬间就能将所有的和平主义者秒杀。击倒巨人族的战士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简单，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甚至不输任何一位4皇。不过在攻击波尼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没有用见闻色观察到山治，结果被一脚踢飞，变成古马咬住山治的一条腿，也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，反而被身体巨大化的波尼一脚踩倒在地。与对战和平主义者时判若两人，没有4皇碾压级的战力。在最新的海贼王1117话中，古马出手企图毁掉桑尼号，索隆在圣平的帮助下，用出一招罗生门挡下古马的攻击，两人的刀碰撞在一起，释放出大量黑色闪电，暂且还不能确定是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随后冲击波将两人弹开，内斯兽狼圣也被震飞很远。索隆在觉醒霸王色霸气之前，与4皇凯多也有过交战，使出绝招，虽然没能将凯多击倒，也给对方腹部留下了伤疤。在对战岩灾尽时觉醒霸王色，整体实力也算准大将级别。从索隆与古马的第一次交手来看，两人的实力在同一水平，而且内斯兽狼圣的表情很惊讶，也认可索隆会对自己造成威胁。两人应该不会在弹头岛分出胜负，但是可以确定古马还没有达到4皇级战力。黑胡子组建海贼团犯了一个大忌，2个伙伴要取他性命，还有1人在掌控黑胡子，在白胡子的船上隐藏20年。黑胡子干掉萨奇得到暗暗果实，随后找到4个伙伴组建最初的黑胡子海贼团。毒 Q 给人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内心却非常凶狠狡诈，曾经试图用炸弹苹果干掉索隆。路飞运气好才躲过一劫，吃下病果实后，毒 Q 的战斗力有所提升，不过被武装色完全克制。巴沙斯是最会拍马屁的成员，每次黑胡子战斗都会主动帮忙。在马林范多攻击大佛战国，被卡普一拳头从空中击落，黑胡子对巴沙斯也很好，让他当第1船长，只可惜战斗力太弱。去德雷斯罗萨抢夺烧烧果实，被萨博按在地上摩擦，差点丧命。吃下莉莉果实后，巴沙斯的战斗力稍有提升，依旧打不过圣平。拉斐特曾在西海当保安官，因为滥杀无辜被所在的国家赶走。他的恶魔果实名称还未公布，可以确定有飞行和催眠能力，一直在操控黑胡子海贼团的动向。去马林范多要欺五海之位，闯入海底监狱找伙伴和抢夺真正果实，都离不开他的筹划。范奥卡是狙击手，平时很少说话，赏金也才6400万贝利。黑胡子非常欣赏范奥卡的实力，让他做第3船长，还配备了最适合狙击手的瞬移果实，算得上黑胡子海贼团的忠臣。在推进城，黑胡子招募到5位伙伴，都算不上可靠的人。巨大战舰圣胡安恶狼是巨人族，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。加入黑胡子海贼团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为了从海底监狱离开。大酒乔特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却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人。投靠黑胡子也是为了自由。对战卡普体现出他的实力不强，从名字来看，恶政王被抓之前也是一位雄霸一方的大海贼。从顶上战争开始，他就一直吵着让黑胡子把船长给他当，说不定在未来的某场战斗中，恶政王就会干掉黑胡子当船长。带头的外号是玄月猎人，也被称为最凶恶的女罪犯。他加入黑胡子是为买新衣服，海贼船沉了也得先去商店逛逛。溪流曾经也是海军中的一员，因为滥杀犯人被关入监狱，麦哲伦放他出来对付黑胡子，还特意询问是否算戴罪立功，得到麦哲伦的否定后，溪流才选择答应黑胡子的邀请。在黑胡子吸收真正果实时，还说一旦失败就会脱离这个海贼团。青雉是黑胡子海贼团的10号船长，至今也不清楚他为何当海贼。击败卡普后，青雉流出了眼泪，表明他并不是100%忠心黑胡子。他也曾对老同事斯摩格说过，自己所坚持的正义没有变，说不定青雉就是卧底，目标是找暗暗果实的弱点，干掉黑胡子，完虐过山治，也拯救过路飞，威力甚至比罗杰的神臂更强。盘点海贼王中最顶级的5种拳法，卡普的铁拳绝对算一种，不过这种拳法只有他一个人会，靠着霸气与拳头的结合，让卡普拥有最顶尖的战斗力。30年前在神之谷击溃史上最凶恶的洛克斯海贼团，与赏金5亿的铁头功大师青椒交手，也是一拳头搞定对方。马尔科有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，也没能扛住一记铁拳的输出。结合霸王色缠绕攻击后，卡普铁拳的威力再提升一个档次，一拳下去能毁掉一座城镇，就连大将青雉也无法抵挡。对待路飞和艾斯的时候，铁拳就会变成爱之铁拳。现在来看，路飞能活着长大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八冲拳拥有数百年的历史，也是八宝水军历代相传的拳法，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会释放强大的冲击波，普通的防御毫无效果，对实力的提升却不大。青椒拥有霸王色霸气，赏金也才5亿贝利，与赏金只有4亿贝利的路飞战斗，
连橡胶果实的3档都打不过，对战堂吉诃德家族的拉欧巨，赏金才6100万，青椒也没能获胜。或许在第13代栋梁老蔡的手中，八冲拳的威力会得到提升。帝翁拳是一种特殊的气功，目前只有明哥的手下拉欧巨使用过，每次使用都会摆出奇怪的姿势，而且年纪越大发挥的力量就越强，因此帝翁拳的终极大招非常特殊，只有在油尽灯枯时才能发挥出来。拉欧巨靠着他击败赏金5亿的青椒，自己的寿命也在那一刻耗尽。王者之拳是伊丽莎贝罗2世依靠强横的肉体挥出的重拳，仅仅是一拳就能摧毁一座城池，破坏力完全不输卡普的铁拳，即便是四皇被打中也会当场毙命。这种说法应该是假的，很难想象翱翔天际的巨龙凯多会被一拳头从空中击落。王者之拳在使用前有个弊端，需要花费1个小时的时间来热身，对体力的消耗也非常巨大，短时间内很难第2次使用。从王者之拳击碎皮卡石像的画面看，破坏力完全不输罗杰的神臂。人妖拳法是伊万科夫经常用的招式，也只有人妖才能使用。为了保护路飞安全越狱，伊万科夫留下来对战毒人麦哲伦，人妖拳法完全起不到作用。好在为越狱小分队拖延了一些时间，在马林范多伊万科夫与赤犬交手，人妖拳法也没有起到作用。不过在对战山治的时候，伊万科夫表现出绝对碾压的实力，一度让山治体验到做人妖的快乐。好在他没把山治变成真的人妖，吃下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，轻松秒杀未来的海军大将。众多强者评价汉库克的实力强弱。从圣地玛丽乔亚逃走后，汉库克3姐妹藏匿在香波地群岛，在雷利和夏奇的培养下提升实力。18岁回到九蛇岛担任女王，第一次出海远征就被悬赏800万贝里，随后被邀请加入七武海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汉库克拥有霸王色，战斗力很接近大将。为了顺利处决艾斯，海军不得不召集七武海对抗白胡子海贼团。吴蜀奉命前往九蛇岛，刚见到汉库克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，所有的海军士兵被瞬间石化。吴蜀用刀刺穿手掌才保留一丝清醒。吴蜀的战斗力其实并不弱，在顶上战争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让他做海军基地总长官，大有当未来大将的潜质。斯摩格吃了自然系烟雾果实，前期谁都打不过，后期也是谁都打不过。见到老对手路飞一点没留情面，用海楼石武器死死按住对方的脖颈。汉库克见到老公挨揍，怒气值瞬间拉满，一脚踹断斯摩格的武器。斯摩格是敢言敢怒不敢动手，也是自认战斗力比汉库克差很多。青雉见到赤犬要杀路飞，立马甩出一个冰刀击中路飞胳膊。即便对手是大将青雉，汉库克也没有害怕，打算冲过去救路飞，不过让马尔科抢先了一步，飞过去一脚将青雉踹飞出去。从此也能看出来，汉库克自认有对抗海军大将青雉的实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汉库克的赏金涨到16亿5900万贝里，比所谓的皇父高出很多，也是认可他有接近大将的实力。海军对汉库克的实力也非常认可，派遣2名中将去逮捕他。与此同时，还让克比和2名赤天使一同前往九蛇岛。之后的剧情可以确定，赤天使的战斗力并不比七武海差，也能反映出海军很认同汉库克的实力，才会派出如此强的阵容。黑胡子拥有接近40亿的赏金，也非常认可汉库克的战斗力，带着2名手下去抢夺甜甜果实，结果被瞬间石化，不能动弹。黑胡子趁机抓住汉库克的脖子，却不敢动手拧下他的脑袋。一方面是担心干掉汉库克会失去2名伙伴，另一方面也是畏惧甜甜果实，松手之后自己也会被石化。从甜甜果实的图鉴来看，属于双生果实，也难怪黑胡子要得到它。好在冥王雷利及时出现，给了黑胡子一个台阶，才化解了尴尬局面。如果要判断汉库克的实力强弱，得看揍路飞的人到底有多强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最强觉醒者巴雷特差点干掉路飞，愤怒的汉库克飞过去就是一脚，差点把巨大的合体怪物踹倒。如果让汉库克前往和之国，他会干掉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路飞也没有机会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。赤犬畏惧的人到底有多强？全部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赏金总和超过200亿贝里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青雉率先出手冰封巨大海啸，又主动攻击白胡子，被震荡波从空中击落。黄猿甩出大招8尺琼勾玉，企图对白胡子进行斩首行动。光粒子被马尔科全部挡下，自己也挨了一脚被踢飞。只有赤犬在忌惮白胡子的实力，没有立马攻击世界最强男人，利用大窝蜘蛛与罗杰的仇恨，策反他捅穿白胡子的胸膛。之后赤犬才敢站出来战斗，用岩浆拳头重创白胡子的胸口。见到艾斯丧命在岩浆拳头之下，愤怒的白胡子来到赤犬身后，赤犬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，明显是在忌惮身后的世界最强男人。白胡子不愧是赏金50亿4600万的人，拖着重伤的身体差点干掉赤犬。路飞抵达马林范多后，战国第一时间曝光他的身世，爷爷是海军英雄卡普，老爹是革命军的首领龙。赤犬露出愤怒的表情，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必须取下他的首级。干掉艾斯之后，赤犬拼尽全力追杀路飞，圣平出来阻挡没用，马尔科和比斯塔出手保护路飞，也没能挡住赤犬的脚步。被白胡子暴揍一顿后，赤犬拖着仅剩的半条命，仍然要追杀路飞。可见赤犬非常忌惮龙的战斗力，担心路飞会继承强大的基因，毕竟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。据说赏金拥有50亿贝里，为了将路飞的命留在马林范多，赤犬甚至对同伴科比出手。见到香克斯挡住岩浆拳头，赤犬一脸惊恐，喝的冷汗直流。他很清楚香克斯的战斗力，但凡自己敢动一下，脑袋必定落地。当香克斯放走路飞时，赤犬也只能嘴上说说，
不敢与之战斗。毕竟香克斯拥有40亿4890万的赏金，赤犬自然不是他的对手。世界会议开始前，海军监测到大妈与凯多通话，目标是草帽路飞。黄猿主动请求去和之国一趟，赤犬立马让他最好不要去，嘴上说是担忧和之国的武士，真实情况是忌惮世界最强生物凯多。之后的剧情也强调了，海军不敢管和之国的事，是因为凯多的存在，毕竟那是世界最强生物，赏金达到46亿1100万，大将完全不是对手。得知路飞击败凯多和大妈之后，赤犬派遣绿牛去和之国处理残局，特意强调让绿牛不要去招人路飞，也是在忌惮赏金30亿的新四皇。路飞觉醒换受众尼卡果实后，战斗力完全在海军大将之上。此时的赤犬略微有些惆怅，为何会在如此乱世成为海军元帅？卡塔库利与多弗朗明哥谁的战斗力更强？尾田终于在 SBS 中给出了准确的答案。经过2年的修行后，路飞遇到2个强悍的对手，一个是赏金3亿4000万的多弗朗明哥，另一个是赏金10亿5700万的卡塔库利。这2人的实力强弱一直是海迷讨论的话题。单单从赏金上来看，多弗朗明哥明显处于下风。不过在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每个人的赏金都暴涨了一波。拥有霸王色的女帝汉库克，赏金都能达到16亿5900万贝里。如果多弗朗明哥不被关入海底监狱，赏金妥妥的会超过10亿。从恶魔果实的修炼来看，明哥与卡塔库利都掌握了觉醒能力，卡塔库利甚至让诺诺果实拥有了自然系的一些特质。不过从多弗朗明哥使用的招式来看，他对线线果实的开发更强。大招鸟笼绝对是逆天般的存在，即便是藤壶也无法阻止其收缩。在3色霸气的修炼方面，卡塔库利占据绝对的优势。2人对战路飞的时候，都释放过霸王色霸气，只是将周围的小喽啰震晕，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缠绕攻击。卡塔库利对武装色霸气的修炼明显强于多弗朗明哥。对战路飞的时候，武装色的硬度一度打得路飞不能还手。明哥在对战罗的时候，手掌包裹武装色却被妖刀鬼哭砍伤。至于剑纹色的修炼，卡塔库利已经掌握到预见未来的水准。虽然比不过香克斯的剑纹杀，相对多弗朗明哥要强很多。在战绩方面，卡塔库利基本不出蛋糕岛，没有与顶级强者交手的记录。对战过最强的敌人就是路飞，不拿掉一个腰子，路飞也不会赢。后来黑胡子派青雉去蛋糕岛抓布林，也是认可卡塔库利有接近大将的水准。多弗朗明哥与2位大将有过交手，一位是前海军大将青雉，在冰火岛被瞬间冰封，挣脱冰块后嘴上很不怂，能看出与青雉的差距很大。对战藤虎的时候态度非常嚣张，主动出手，还扬言连藤虎一起干掉。不过从藤虎坦然的态度来看，搞定当时的多弗朗明哥不在话下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多弗朗明哥最初的设定是百兽海贼团的干部，担心路飞在鬼岛打不赢如此强大的敌人，才把他设定成一位小 boss。百兽海贼团的干部都用扑克牌命名， JQK 分别代表3位大看板，其中 K 代表岩灾镜，也是最强的大看板，战斗力仅次于凯多。多弗朗明哥一直被称为 Joker， 是扑克牌中的鬼牌，比 K 更大。如果他被安排在百兽海贼团，战斗力必定在岩灾镜之上。如此来看，即便明哥的霸气比卡塔库利弱，整体实力不一定落于下风。能克制青雉的恶魔果实都有哪些呢？在蜂巢岛对战昔日的恩师卡普，青雉展示出冰冻果实强大的一面，曾经冰封住圣胡安恶狼和大九等人，也让黑胡子都不敢轻易与他交战。不过有5个恶魔果实能克制青雉的冻果实，赤犬的岩浆果实绝对算一个。在顶上战争，青雉将海面冰封，导致包围壁无法升起。黄猿建议赤犬发动岩浆果实来融化冰块，赤犬立马使用流星火山，将海面的冰块全部消除。后来赤犬与青雉在庞克哈萨德争夺元帅，10天10夜的交战过后，赤犬以微弱的优势获胜，是否也能反映出岩浆果实对冻果实有克制作用？当路飞乘坐罗的潜水艇逃走时，青雉立马使用冰河时代，将整个海面冰封，说是阻止路飞逃走，更像是防止海军出动抓捕路飞。黄猿立马甩出8尺琼勾玉，将海面的冰块全部打碎。从此也能看出闪闪果实在破碎冰块方面很好用。贝加庞克在改造暴君熊时，与闪闪果实也做了结合，让他能使用镭射光线对战索隆时能轻而易举融化一把剑。有如此高的温度，融化青雉的冰块也不算难事。艾斯的烧烧果实也能产生很高的温度，当年在马林范多对战青雉，就用火焰融化了冰块爆至嘴。现在是萨博吃下烧烧果实，实力可能比当年的艾斯更强，用火焰来克制青雉的冰块，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能产生高温的恶魔果实还有一颗，就是超人系热果实。曾经的主人是动画原创人物阿奇诺，可以产生1万度的高温，能将刀剑等铁质物品轻松融化，甚至还能制造一个岩浆温泉，再坚硬的冰块也会变成水。后来热果实的主人变成大妈的儿子欧文，也能产生非常高的温度，能瞬间将海水加热到沸腾状态。不过欧文的战斗力太弱，即便果实存在优势，也会被青雉完虐。阵阵果实可谓是最强超人系，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青雉在顶上战争对战白胡子，将对方冻成冰块之后，却感叹震动无法被冻住。随后白胡子就将冰块震碎，从此也能看出青雉认定了阵阵果实能克制冻果实。现在是黑胡子吃了阵阵果实，当手下的人被青雉冰封时，他也说了能利用震动粉碎冰块，不过也会粉碎同伴的身体。可见恶魔果实即便存在克制关系，使用得当
战斗力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青雉的一招霸王色缠绕解开4个谜团，吴老星对他的忌惮果然没有错，赤犬才是受委屈最大的那个人。谜团1：大将有没有霸王色得到确定。在所有大将的生命卡中，只有战国明确表示拥有霸王色，海军大将有没有霸王色一直没有准确定论。在漫画1087话中，青雉与卡普用霸王色缠绕对轰，基本可以确定海军大将也拥有霸王色。现在的新世界会霸王色的人不在少数，作为海军最高战力的大将，不会霸王色也不合理。绿牛被香克斯用霸王色麻痹身体，他是否拥有霸王色霸气就另当别论了。谜团2：姜黄同级的设定依旧成立。尾田曾表示大将与四皇的战力相差不大，不过海米却不认同姜黄同级的说法。在顶上战争，海军大将对战四皇白胡子，基本都落于下风，只有赤犬的表现尚可。遇到四皇香克斯后，赤犬也被吓得脸颊流汗。还有黄猿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更是被香克斯一招秒杀。从青雉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来看，赤犬和黄猿应该也拥有这项顶级技能，毕竟赤犬有打断青雉一条腿的战斗力。如此来看，大将与四皇的差距不会太大。面对顶级四皇香克斯，大将的表现弱一些也算正常。谜团3：卡普能否拧下赤犬的脑袋？见到艾斯被杀，愤怒的卡普说要拧下赤犬的脑袋。也有不少海米认为卡普不具备这个实力。之前看到卡普一招海底落下打飞青雉，也认可了卡普拧下赤犬的脑袋不是吹牛逼。不过现在的青雉能用霸蝉与卡普对轰，也说明他的实力相比卡普差距并不会很大。当年卡普说能拧下赤犬的脑袋，只能说是一句愤怒的话，战斗力应该在赤犬之上，但是还没有达到秒杀赤犬的地步。此时应该还赤犬一个公道，这些年他受了太多委屈。谜团4：吴老星为何忌惮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？顶上战争过后，赤犬与青雉大战了10天10夜，最终赤犬获胜，当上海军元帅。青雉辞职后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吴老星对如此强大的战力成为敌人，表现出一种非常震惊和畏惧的态度。当初以为青雉掌握了很多海军的机密情报，这些信息会被海贼利用，吴老星才会那么紧张。现在来看，吴老星是单纯忌惮青雉的战斗力。黑胡子海贼团本来就是强者云集的团队，有从海底监狱第6层弄得来的凶恶伙伴，还有船长黑胡子拥有2颗恶魔果实。如果再加上顶级战力的前大将青雉，对海军来说的确是非常大的威胁。吴老星表现出畏惧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。一个人干翻3位海上皇帝，头顶推进城最强男人的称号，却只拥有准大将级别的战斗力。他就是海底监狱的看守长麦哲伦，每天都要蹲轿子拉稀10个小时。麦哲伦吃下了超人系毒果实，呼出的气体含有剧毒，会让他吃下的食物沾上毒液，这也是麦哲伦每天拉肚子10个小时的原因。不过毒果实也给他带来了强大的战斗力，全身覆盖上蓝色毒液，让敌人不敢触碰，堪称绝对防御。一旦触碰到这些毒液，会慢慢丧失五感直到丧命。在推进城狭小的空间中，特别适合毒果实发挥，也让麦哲伦被称为海底监狱最强男人。海军元帅战国也曾说过，麦哲伦拥有接近大将的实力。为了救出艾斯，路飞在汉库克的帮助下偷偷来到海底监狱，在那里路飞遇到了巴基，两人一路上释放出大量犯人。麦哲伦决定亲自出马，他不允许推进城出现任何骚乱。此时小冯告诉路飞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的身体，就会身中剧毒丧命。路飞很清楚，不击败麦哲伦就无法见到艾斯，哪怕舍弃双手也无所谓。可是在剧毒面前，路飞的攻击毫无效果，没一会便倒在剧毒之中。小冯没有放弃与路飞的友情，带着他来到人妖乐园。在伊万科夫的治疗下，路飞消耗10年的寿命才捡回一条小命。当他们来到第6层时，艾斯已经被海军押送去马林范多。为了逃离海底监狱，路飞和伊万科夫组建越狱小队，其中还包括2位前七武海，分别是克洛克达尔和鱼人慎平。黑胡子也在此时来到推进城，他的目标是寻找强大的伙伴。麦哲伦迫不得已放出宇之溪流，让他去阻止黑胡子海贼团，自己则是前往第6层，剿灭以路飞为首的越狱小分队。途中遇到黑胡子海贼团，麦哲伦没有过多废话，一招毒龙全部秒杀。伊万科夫决定断后，一个人留下来阻挡麦哲伦，最终和闪电一起倒在毒液之中。路飞在三哥的帮助下，用蜡烛制造铠甲，再次对战麦哲伦。在麦哲伦的大招毒之巨兵出现后，也只能放弃战斗逃走。另一边，慎平和老沙一起带着巴基抢夺到一艘军舰，在被毒之巨兵攻击到之前，所有人跳入大海中逃生。小冯变成麦哲伦的模样，下达开启正义之门的命令，之后破坏掉控制大门的开关，让路飞等人安全逃离。此时的推进城中，溪流选择背叛麦哲伦，拿出解药拯救黑胡子海贼团。他们释放出第6层的罪犯，开启最残暴的招聘会。麦哲伦奋起反抗，奈何寡不敌众，被黑胡子等人打成重伤，勉强捡回一条小命的麦哲伦，却因此事被降职为副看守长。如今来看当年的推进层事件，麦哲伦一人干翻如今的3位四皇，还有众多准大将级别的强者，只可惜太依赖恶魔果实，实力上限并不高。黄猿和绿牛被打到主动认怂，赤犬被吓得面露恐惧，冷汗直流。6位海军大将评价红发的战斗力，只有藤壶敢主动攻击香克斯抢人。赤犬是顶上战争表现最好的大将，从白胡子受伤开始一通乱杀，用岩浆果实的碾压实力干掉艾斯，击穿慎平的胸膛，再次重伤路飞，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。
甚至还想干掉科比继续追杀路飞。见到香克斯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赤犬终于认怂了，吓得脸颊流汗不敢动。他很清楚自己与香克斯的实力差距，但凡敢多说一句话，都可能会小命不保。亲至一整场战斗都在划水，对战白胡子被乔兹撞飞吐血，攻击路飞又被马尔科一脚踹飞。见到香克斯后却没有给面子，说是冰封海面阻止罗的潜水艇逃走，更像是在阻止军舰出海抓捕路飞。对待香克斯终止战争的提议，亲至也是默不作声，不敢应战。他知道不是红发海贼团的对手。黄猿一直默默保护着大外甥，见到两位中将朝着路飞攻击，黄猿一脚将路飞踢到白胡子手中，明明可以打脑袋，偏偏将钥匙打断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后，黄猿立马举起双手给足面子，担心亲至将罗的潜水艇冰封，用8尺琼勾玉将所有冰块击碎。不过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香克斯强调乌塔是自己的家庭矛盾，黄猿依旧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，被香克斯用格里芬架在脖子上，立马举起双手表示认怂，担心愤怒的香克斯会取下自己的脑袋。战国是罗杰时期的海军大将，对香克斯的态度可以说非常友好。当香克斯说继续战斗只会增加伤亡，战国表示认可，没有表示反驳。香克斯说要带走艾斯与白胡子的遗体，战国立马同意，并强调会承担责任，向着世界宣布顶上战争彻底完结。之所以如此给香克斯面子，也是清楚红发海贼团的真正实力。当时的海军没有能力与之对战，绿牛与香克斯没有见面却有过交手。接受赤犬的命令去和之国收拾残局，绿牛搞定战败的百兽海贼团后，信誓旦旦的要取下路飞的脑袋。被香克斯用霸王色麻痹身体后，绿牛露出一脸惊恐的表情逃走，也是担心自己的小命会随时丢掉。藤虎是面对香克斯最自信的大将，与黄猿一起去抓捕歌姬乌塔，完全没有理会在场的红发海贼团，打算发动攻击从香克斯手中抢人。见到香克斯发动霸王色震晕不少中将，藤虎也只能乖乖收刀带人撤退。看完海军大将面对香克斯的态度，还会相信大将和四皇属于同一级别吗？在罗格镇的武器店中，老板伊本松告诉索隆，每一把妖刀中都住着恶魔，他们会诅咒使用者让其丧命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更三郎曾对小时候的索隆说过，刀是一种凶器，会有自己的性格，当剑士无法征服他们的时候，就会称之为妖刀。鬼彻系列的妖刀一共有3把，初代鬼彻的品阶最高，属于无上大快刀12弓，它的主人还未确定，据说是五老星中的光头剑士，他是掌管财政的武神，还是一名动物系果实能力者。即便索隆觉醒了霸王色，也很难打赢这名光头剑士。2代鬼彻的品阶稍微低一些，属于大快刀21弓，凭借刀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路飞断定那是一把好刀。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展示2代鬼彻的特别之处。路飞被凯多用雷鸣八卦秒杀后，2代鬼彻也不知去向，最后还是小菊将他归还给了断刀匠飞车。3代鬼彻是鬼彻系列中品阶最低的一把，属于凉快刀80弓。索隆刚拿到3代鬼彻时，靠着强大的气魄将其征服。在鬼岛屋顶的决战中，索隆使用3把刀砍伤凯多腹部。3代鬼彻的品阶低，在之后的战斗中大概率会换掉。炎魔绝对是最凶狠的妖刀，品阶是大快刀21弓，它能擅自释放使用者的武装色，让他们的霸气耗尽而丧命。更三郎作为炎魔的打造者，评价它是一把能毁灭地狱的刀。光月玉田是第一个使用者，曾在凯多的腹部留下过伤疤。索隆用黑刀秋水换来炎魔，刚拿到手时武装色差点被吸收完，与炎灾镜对战，炎魔再次出来捣乱，差点让索隆在战斗中丧命。最终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妖刀炎魔彻底征服。罗手中的鬼窟也是一把妖刀，具体位列什么品阶还未公布。罗主要依靠手术果实战斗，鬼窟在他手中没有表现出特殊功能。在鬼岛对战四皇大妈，罗将手术果实的 room 附着在刀上，鬼窟变成一把4000米长的大刀，贯穿四皇大妈的身体，让刀身自由伸长和缩短。或许就是鬼窟具备的特殊能力。汉尼拔手中的吸血，据说也是妖刀，并没有吸血的能力。吸血的外形是一把制刀，战斗中能从刀的两端冒出火焰，对战斗力提升并不大，看起来像一个搞杂耍的演员。真正的剑士不会吃恶魔果实，溪流却吃下了透明果实。作为索隆必须打败的敌人，溪流的配刀大概率是妖刀，它的名字叫雷雨，散发着一股让人胆寒的红色血光。每次斩杀敌人后，都会有雨水从刀身流出冲刷血液，很像是吃了和雨水相关的自然系恶魔果实。溪流为什么会嗜血成性？或许是被雷雨反噬导致。期待索隆和溪流的最终决战，那会让索隆的实力再进一步。如何用最快的时间看完《海贼王》1060集动画？今天我们来看改变草帽团命运，让路飞发生质变的几个篇章。从384到405集是香波地群岛篇，也是草帽团差点团灭的篇章。在此期间，路飞暴揍天龙人查尔罗斯圣，让世界政府无法忽视他的存在。大将黄猿把超新星完虐一顿过后，又差点干掉身受重伤的索隆。海贼王的副船长冥王雷利出来救场，与大将黄猿来了一场养生对战。看着暴君熊将草帽团全员拍飞到世界各地，这个篇章让路飞认清了自己的弱小。
即便是舍弃性命也无法保护同伴。第406到407集是动漫原创时代特别篇，路飞当捕头抓人与漫画剧情不相关。从408到421集是女儿岛篇，也是路飞享受福利最多的篇章，被一群美女完成全方位的身体清洗，又见到了世界第一美女汉库克木木，最终还征服汉库克陪同自己去海底监狱。女儿岛篇的后面几集也很值得关注，讲述了草帽团伙伴们在世界各地的情况，他们都想着在3天内回到香波地群岛。第422到456集是海底监狱篇，路飞闯入推进城后遇到了故人巴基，对战毒人麦哲伦差点丢掉性命，在小冯的陪伴下找到伊万科夫救命，最后联手老沙和盛平等人越狱前往马林饭多。黑胡子也在此期间闯入推进城，与路飞有短暂交手后被盛平阻止，最终是小冯放弃越狱帮助路飞逃离海底监狱。后面几集介绍了伙伴们在世界各地的行踪，从457到489集是最精彩的顶上战争篇，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带领所有部下在马林饭多对战10万海兵解救艾斯，最终白胡子和艾斯两人双双殒命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饭多终结战争，路飞重伤后被罗的红星海贼团救走。顶上战争篇是很多海迷入坑海贼王的篇章，有顶级强者之间的精彩战斗，有战场上你来我往的运筹帷幄，也有人情世故之间的演技表现，还有为了信念不顾一切的坚持。建议详细的观看几遍，真的太精彩了。第490到504集是兄弟回忆篇，讲述路飞、艾斯和萨博小时候的故事，有路飞舍弃性命也不松口的坚韧，有艾斯绝境之下的霸王色觉醒，有萨博无可奈何的独自出海，还有得知兄弟丧命后的悲痛欲绝。从505到516集是新世界前篇，讲述路飞和伙伴们的修行情况，以及经过2年修炼草帽团重新起航。此时的草帽团已经脱胎换骨，每个人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，心境也磨练到一个新的高度，见到海军大将就跑的日子不复存在。接下来会是路飞称皇的几个篇章，能打败动物系觉醒者的萨博，实力有没有达到4皇级别呢？在3兄弟之中，萨博的天赋最差，有贵族血统，对实力却没有任何帮助。艾斯是罗杰的儿子，继承了霸王色霸气，17岁就被邀请当七武海。路飞有蒙奇家族的基因，恢复力和霸王色都属于最顶尖级别。不过萨博有一位好师傅，帮助他从小进行系统的训练。自从10岁的时候加入革命军，萨博一直跟在龙的身边学习。17岁已经掌握龙抓手绝技，外加武装色和见闻色霸气的用法。在德雷斯罗萨登场时，萨博已经是革命军参谋长，实力仅次于龙。第一次对战巴沙斯是在竞技场，表现出了碾压级别的实力，靠着武装色与体术的结合，用龙抓手轻松捏碎巴沙斯手臂的护具。第二次与巴沙斯战斗，是为了救处于4档副作用状态下的路飞。面对巴沙斯用艾斯的事情挑衅自己，萨博用一记火焰龙王将其秒杀。从巴沙斯差点被打死的状态来看，战斗力相比萨博的差距非常大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独自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，手中的名刀斩蛟能轻松劈开一栋楼。萨博没有使用全力，仅仅用了一只手就捏碎了名刀斩蛟，随后又捏碎了巴斯提尤的面具，用几乎秒杀的方式击溃一位中将。对战大将藤虎的时候，萨博显得有一些吃力，靠着元素化躲避重力攻击。不过从场面上看，藤虎与萨博属于五五开，也表明他与大将有一战之力。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见到超新星们逃走，立马使用8尺琼勾玉阻挡，被一招火拳全部挡下。见到对手是萨博后，黄猿主动选择停止攻击。还有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吴老星派遣 CP0的陆琪去保护泰佐洛，萨博站出来保护路飞，与陆琪1对1战斗，也没有出现任何劣势。从后面的剧情得知，陆琪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居然也打不过萨博。为了向天龙人宣战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在拯救暴君熊时暴露身份。藤虎与绿牛对战革命军的2位队长，萨博一个人跑到吴老星与伊姆所在的房间，见到他们要干掉寇布拉，在逃跑的时候被吴老星和伊姆联手击中，当时就身受重伤，眼睛泛白。如果不是寇布拉拖延时间，萨博的小命铁定会被吴老星取走。离开玛丽乔亚之后，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名气已经超越多拉格。能从吴老星和伊姆的联手攻击下逃走，也表明萨博具备一定的实力。是否可以说他的实力已经超越大将，达到了4皇级别了呢？在海贼王中有一个梗，香克斯吃了超人系面子果实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任何人都需要给他一个面子。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没给面子，传承了儿子没了，自己也走了。也有不少强者表示不服，直接向面子果实发起挑战。黑胡子绝对是最早挑战香克斯的人，据说是为了抢夺橡胶果实。具体的战斗经过没有公开，结果是香克斯的左眼留下3道疤痕，黑胡子的门牙断掉几颗，直到当上4皇后，门牙也没有长出来。在顶上战争时期，黑胡子海贼团与红发海贼团再次相遇，不过这一次黑胡子学乖了，面对香克斯主动约架的提议，黑胡子只是嘴上不认怂，拿香克斯左眼的3道疤嘲讽对方，身体上却非常听话，不敢接受香克斯的挑战，带着手下乖乖逃走。
成为四皇之前，香克斯一直盘踞在东海峰，据说是找某件宝贝，却一直与伙伴们调侃小时候的路飞，还趁机泡妞酒吧老板娘马奇诺。多年之后，马奇诺手中抱着一个小孩，据说就是与香克斯所生。在风车村时，山贼王西格带人闯入酒吧，完全不顾所谓的面子过失，打翻香克斯送上的酒，还当着马奇诺的面羞辱香克斯。当时的西格太过无知，拿着800万的赏金挑战赏金10亿多的香克斯，可能是马奇诺在场，香克斯不好展示凶狠的一面，就没对西格出手。可是西格不该对路飞出手，这是香克斯最讨厌的事情。最终西格被近海之王一口吃掉，也得到了挑战面子果实的下场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超新星开始变得活跃，到处挑战四皇的权威。拥有铁头王称号的基德，在所有人之中表现得最为活跃，主动挑战四皇大妈，不仅打伤了一位将星，还抢走了不少宝贝。之后又挑战红发海贼团，没见到香克斯的面，就被砍掉一条胳膊。从垃圾路的言语中可以推断出，是本贝克曼弄断了基德的胳膊。一度有不少海迷认为，基德丢掉条胳膊后，可以说是因祸得福，有着红发头，脸上还有一道疤，还断掉了左臂，妥妥的香克斯接班人。不过在和之国大战之后，基德再次遇到红发海贼团，又主动发起攻击。这一次香克斯主动出手，一招神臂将基德秒杀。是否活着还不确定，还有一个人与黑胡子一样挑战香克斯，获得了成功。他就是路飞的头号小弟巴托洛米奥，是性格残忍的超新星。当初在德雷斯罗萨出场，小巴托留着机关头，当观众的面小便，被评价为最希望消失的海贼。不过在遇到路飞后，算是被彻底洗白了，尤其是用生命保护罗宾时，不得不说真的让人感动到了。巴托洛米奥是路飞的头号小弟，也是草帽大船团的2号船长。为了宣传草帽团的名气，他闯入香克斯的地盘，甚至烧掉了红发的海贼旗。香克斯对此非常生气，从和之国离开后，也表示得去解决掉他。作为路飞的小弟，香克斯应该不会下杀手，最多是弄瞎他的眼睛，让一个爱迷路的绿头发人成为索隆的接班人。可惜小巴托不是一名剑士，